倾尽家族兵权，助夫君登上帝位后，他却污蔑我家通敌叛国，处以斩刑。婉离，你这双手沾了太多血，不配做我的皇后。萧云舟，你不得好死！一拜天地。婉离，怎么了？我回来了，这是与萧云舟大婚之日。不是太傅家的千金吗？他来做什么？听闻他与七皇子青梅竹马，感情甚好。萧云舟，你也会紧张，会害怕吗？殿下，淑玉听闻殿下大婚，特来为殿下与楚小姐献上一舞，以表贺意。小姐，小姐，你怎么了？站住！万一，他的身子一向不好，我太傅之女体弱多病，名满京城，我自然知晓。但今日是我与殿下你的大婚，殿外的是客，殿内的是妻。殿下是想为了一个客，舍下与你行3拜9叩之礼的妻吗？谁都没想到，一向唯命是从的我竟会如此强硬。婉离，你误会了，我只是担心他毕竟是为我们道贺而来，若是在皇子府门前出了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是吗？殿下觉得新郎官在大婚典礼上抛下新娘，冲出去关心另一个女人，就说得过去吗？我再问你一遍，今日这婚，你还结不结？小姐，你怎么吐血了？快来人啊！快传太医！婉离，那便等等云舟，他也是救人心细，所以我活该沦为全京城最大的笑话。离儿，跟爹回家！我宰了那个混蛋！站住！上一世，就因我夹在他和林淑玉中间，最后落得满门抄斩的结局。楚婉玲，你好大的脾气！今日我楚婉离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在此宣告：七皇子萧云舟为一介女流，置夫妻之义于不顾，当众羞辱我镇国将军府。从今往起，我楚婉离与萧云舟婚约作废，恩断义绝。你怎么敢？这可是圣上赐婚，那便是我楚家的事了，不由娘娘操心。女儿不孝，识人不明，雷及家族蒙羞，请父亲责罚。好，说得好，不愧是我楚雄的女儿。区一个皇子，不要也罢。走，我们回家。你要敢出这个门，就休想再嫁我儿子！萧云舟，这一世没有我楚家的兵权做你的踏脚石，我倒要看看你今后要如何。我早就说过，皇家的人心都是黑的。现在好了，当着全京城的面被人把脸踩在地上。爹，都怪我，是我没看好妹妹，您罚我吧。父亲，此事休命也有责任，请父亲息怒。上一世，他们也是这样护着我，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在刑场上望向我的眼神，也只有心疼，没有半分责怪。爹，此事与兄长无关，是我一人之错，我自愿领家罚30鞭，绝无怨言。也不是怪你，主要是皇上那儿怕是没那么容易交代。爹，大燕百年安宁都是我们楚家用累累白苦换来的，皇上坐得稳着龙椅，靠的是我们楚家军，可他却纵容自己的儿子如此羞辱我楚家的女儿。爹，这口气您咽得下，我咽不下。灵儿，对，要是他敢动我们一根汗毛，我们就反了。住口！
修远，慎言。爹，我们不反，但也绝不受这窝囊气。兵权必须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好好啊，我楚雄的女儿总算是长大了。但没想到，宫里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快。圣上有旨，宣镇国将军楚雄及其家眷即刻入宫领罪。我们一家人与其说是去领罪，不如说是去示威。楚雄、楚婉仪，你们可治罪？臣不知所犯何罪，请陛下明示。你女儿摔毁御赐凤冠，公然悔婚，蔑视皇恩，桩桩件件都是死罪，你还有何话可说？陛下，臣女有话要说。敢问陛下，我朝律法可有规定，新郎在大婚之日抛下新娘与别的女子私相授受，新娘必须忍气吞声，否则便是死罪。放肆！你这是在质问朕吗？臣女不敢，臣女只是想请陛下评评理。今日之事，错在七皇子而非臣女。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弃我而去，将我楚家的颜面踩在脚下。我若再忍，天下人会如何看待我镇国将军府？我那战死沙场的祖父、伯父、兄长们，在九泉之下又该如何瞑目？我楚家护国佑民，到头来连一个女儿都护不住，还要受此等屈辱。若真是如此，这镇国将军府的牌匾不要也罢。这半壁江山的兵权，我楚家也守不住了。你这是在威胁朕！臣女不敢。父皇息怒，此事全都是儿臣一时糊涂才铸成大错，儿臣定将楚婉离哄好，继续完成婚宴。婉离，是我不好，你别赌气了。改日我给你补办个更大的婚宴。我没，楚小姐，都是淑玉的错。若不是我，殿下和您也不会。够了，林小姐，这里是御书房，不是你哭哭啼啼的戏台子。收起你那套惺惺作态的把戏。你若真觉得有错，就该在殿下冲出去的那一刻以死明志，而不是在这里假惺惺的博取同情。你不要太过分！淑玉都道歉了，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萧云舟，你带着你的心上人，在我大婚之日上演一出情深意重，害我沦为全京城笑省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自己过分？现在，你竟然却有脸指责我过分？那时淑玉都吐血了，人命关天，你怎么连这点同情心都没有？萧云舟，你听好了，以前是我瞎了眼，错把榆木当珍珠。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之间再无半点瓜葛。陛下，臣女今日之举虽有冲动，却无半分悔意。我楚家的女儿，站着生也绝不跪着活。若陛下执意要降罪，臣女一人承担。只求陛下看在我楚家历代为国捐勋的份上，不要为难我的家人。我知道他想杀我，一个敢当众威胁皇帝的臣女，留着便是心腹大患。但他不敢，至少现在不敢。皇兄为了一桩小儿女的风月之事，气坏了龙体，可不值得。萧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他怎么会来这儿？没想到这一世，我们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这么早的重逢。皇叔，你就是楚雄的女儿。臣女楚婉薇见过摄政王殿下，却也有其缘由。皇兄，臣弟以为楚将今日之举虽有失礼数，却也有其缘由。毕竟，任何女子都难以接受自己的夫君在大婚之日未能相伴左右。王爷此话不妥，婉如身为正妃，应当顾全大局。
本王正在与皇兄商议政事，此事还请稍后再议。西皇子此举不仅伤了楚小姐的心，更寒了镇国将军府一门忠烈的心。若因此事动摇了楚军军心，致使边防不稳，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是七皇子，还是皇兄你？那依皇帝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很简单，其一，七皇子德行有亏，这门婚事退了便退了；其二，七皇子禁足3月，闭门思过，太傅之女罚佛堂静思1月；其三，楚小姐受了委屈，皇家理应补偿。北海进贡的上好公主府一并赐给楚小姐，以慰其心。皇兄以为如何？摄政王萧焕是在借此事敲打燕帝，也是在向满朝文武，尤其是军方势力施恩，赤裸裸的阳谋。就依皇帝所言，陛下圣明。陛下圣明。楚小姐，对本王这个处置可还满意？多谢王爷为臣女做主，王爷处事公允，臣女心服口服。哦，既如此，那御赐的凤冠与嫁衣，你打算如何？是臣女一时冲动，损毁了御赐之物，罪该万死。臣女愿出万金重制凤冠霞帔，献入宫中，以赎己罪。不必了，那套东西本就配不上，坏了便坏了。配不上我，这话里的意思可就太耐人寻味了。他是在说区区一个皇子妃的名字配不上我，还是在说萧云头这个人配不上我？竟然是欣赏！我心头一跳，连忙垂下眼帘，掩去眸中的惊涛骇浪。这个男人太危险了。好了，事情了结。皇兄，臣弟还有要事处理，先行告退。都退下吧。婉玲，我知道今日之事你恨我，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对你的心从未变过。殿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我缘分已尽，多说无益。从今往后，还请殿下自重。不，婉洛，你听我解释。我对淑玉只是兄妹之情，是怜惜。我爱的人一直是你，我们……放手！姓萧的，你再敢碰我妹妹一下，信不信我打断你的手？婉离，连你也不信我了吗？上一世就是因为信你，我才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信你什么？信你对我情深意重，还是信你对林淑玉只是兄妹之情？萧云哲，看着我的眼睛，你敢发誓说你对林淑玉没有半点男女之情？你敢发誓说你娶我不是为了我身后的楚家军，不是为了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吗？收起你的虚情假意吧。从你抛下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完了。殿下，殿下您没事吧？真好，这一世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只是没了我的楚家军，你们的真爱又能走多远呢？丽儿，你听说了吗？摄政王殿下不仅把那座前朝的明月公主府赐给了你，还命人修缮一新，连名字都给你改了，叫婉离郡主府。郡主哎，这可是亲王之女才有的封号。摄政王这是什么意思？他是看上你了？别胡说，他不过是借我敲打皇帝，顺便向军方示好罢了。我不信，要是单纯示好，赏你金银珠宝就够了，何必又是赐府邸，又是请封号的？这里面肯定有事。哎，说真的，你觉得摄政王怎么样？虽然他冷冰冰的，但长得真俊啊，比萧云堂那个伪军人强多了。萧玄，上一世的经历告诉我，皇家的人，我一个都碰不得。想什么呢？我和他云泥之别，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可是镇国将军府的嫡女，文武双全，貌美如花，哪里配不上他了？不说这个了。萧云州那边有什么动静？别提了，那个渣男现在惨着呢，被禁足在府里，天天抄书，听说手腕都快抄断了。还有那个林淑玉也被关在家里念经，不过我听说萧约买通了下人，天天给他送汤送药，还写情诗呢。
真是感天动地。情诗，上一世我与他成婚5年，他可曾为我写过一个字？这一世，你们便锁死吧。对了，还有件事，我爹说朝堂上最近为了削减北境军费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以张太傅为首的文臣主张议和，你爹他们这些武将坚决反对，两边都快打起来了。上一世，他们就是先以休养生息为名削减军费，动摇我楚家军根基，最后诬陷我爹拥兵自重，满门抄斩。婉仪，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我没事。嫣然，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哦，好，那我先走了。灵儿，怎么冒冒失失的？出什么事了？爹，女儿听说朝廷正在商议削减北境军费之事，此事您万万不可退让半步。你从何得知？朝堂之事你莫要操心。爹，这不仅仅是军费，这是有人要断我楚家军的生路，要置我们楚家于死地啊！我来是为了军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太傅他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削减军费。爹，你们在朝堂上是争不过他们的。争不过也要争，那群酸儒懂个屁！北边的蛮子就跟喂不熟的狼一样，今天跟他议和，他明天就能带兵打到你家门口。削减剧费，亏他们想得出来。修远说的没错，军费1分都不能少，否则北境危矣。爹，我明白，但您想过没有，为什么林太傅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削减军费？真的是为了所谓的休养生息吗？你是说，他们是冲着我们楚家来的？不止，他们的目标是兵权。灵儿，你的意思是，这是七皇子和林太傅的计谋，借削减剧费来动摇我楚家军的根基，最终达到夺取兵权的目的。不错，而且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我猜的没错，下一步他们就会在军中安插自己的人手，架空我们，同时在朝堂上散播谣言，说我楚家拥兵自重，有不臣之心。等到时机成熟，他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意外，比如一场边境的败仗，或者一个通敌的罪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我们楚家连根拔起。他们敢？他们为什么不敢？爹，您手握大燕半数兵权，功高震主，早就是陛下的心腹大患。以前他还需要您来镇守边疆，不敢轻易动你。可一旦七皇子和林太傅向他许诺，他们有办法兵不血刃地收回兵权。您觉得陛下会作何选择？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吗？当然不。他们既然要演，我们就陪他们演。梨儿，你有什么计划？既然他们想削减居费，那我们就顺水推舟。爹，明日早朝，您就上奏自请削减居费30%。什么？丽儿，你疯了！军费本就紧张，再减30%，北境的兄弟们连饭都吃不上了。二哥，你先别急，这30%军费我们从别的地方补上。从哪里补？抄家。抄家？
吏部侍郎王清源，林太傅的得意门生，也是主张削减军费的急先锋，京中有名的清官。一个清官，你抄他家做什么？这是他在京郊的3处别院，还有城南的2个米铺，城西的一个绸缎庄，所有房契地契都挂在他一个远房表亲的名下。你是说他贪赃枉法？不错，而且数额巨大，足以补上我们那3成的军费，甚至还有剩余。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当然不能说这是上一世萧云州为了扳倒异己，让我派人去查的。彼时我还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是在为他清除朝堂蛀虫，匡扶正义。我自有我的门路。爹，大哥，二哥，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拿到王清源贪腐的确实证据。这件事交给我，我这就带人去抄了那几个地方。不行，不能以将军府的名义去查，否则就是与文臣集牌直接对抗，正中林太傅下怀。那怎么办？我们可以请人帮忙。灵儿，你的意思是求摄政王？自然不是求，是合作。摄政王与林太傅素来不和，他帮我们查抄王清源，解决军费，还能借机敲山震虎，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灵儿，你真的长大了，只是摄政王此人深不可测，你与他打交道，务必要万分小心。女儿明白，小心。上一世我自以为步步为营，最终还是家破人亡。这一世我不想再小心了，我只想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伤害过我家人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重生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父亲在早朝之上自请削减北境3成军费。臣恳请削减北境军费。准奏，楚爱卿深明大义，朕心甚慰。楚家在玩什么花戏？所有人都以为我楚家是向林太傅服软，可他们不知道我的真正目标是这大燕王朝最有权势的男人摄政王萧焕。楚小姐，王爷已在书房等候多时，请随我来。想好了？想好了，王爷，我想跟您做一笔交易。说来听听。我帮王爷揪出朝中硕书，王爷帮我填上北境军费的窟窿，如何？吏部侍郎王清源。王爷明鉴，王清源贪赃枉法，证据确凿，王爷只需派人抄诺其私产，便可名利双收，而我什么都不要，只要那些见不得光的银子填补北境军费。楚婉玲，你这算盘打得可真精。本王查抄贪官，你拿银子，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王爷此言差矣，这并非我坐享其成，而是双赢。王爷得了整数立志功劳与名声，顺势安插人手，而我楚家则能继续为王爷为陛下守好这大燕江山。这笔买卖，王爷您当真亏了？楚婉离，你知不知道，在本王面前耍小聪明的女人通常都活不长。不过，你是第一个敢跟本王谈条件的女人，本王准了。脸上还残留着他指尖冰凉的触感和那股淡淡的龙涎香气。多谢王爷。先别急着谢，本王有个条件。王爷请说。王清源的案子，本王会让刑部和大理寺去办，但是查抄家产这种事不方便由官方出面，本王要你亲自带人去。让我去？怎么，不敢？有何不敢？他这是在试探我，他想看看我这个镇国将军府的嫡女是不是真如传闻中那般杀伐果断，手段狠厉。只是我若出面，岂不是落人口实，说我楚家公报私仇，打压文臣？本王会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从今日起，你便是本王亲封的监察使，官居3品，专司巡查京畿百官，上可达天听，下可斩奸佞，见此令，如见本王。监察使，他竟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权力，这已经不是合作，而是扶持了。他到底想做什么？怎么嫌官小了？不是，
多谢王爷信赖，臣女定不辱使命。很好。王清源在城南米铺的密室里藏着一本账册，上面记录了他与朝中官员所有的银钱往来。拿到他，林正德那只老狐狸也就离死不远了。原来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林正德，王清源不过是他抛出来的一颗棋子，而我则是他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这个男人城府之事远超我的想象，与他为谋无异于与虎谋皮。但事已至此，我已没有退路。臣女明白，若无他事，臣女先行告退。去吧。楚婉英，别让本王失望。萧玄这个男人就像一张巨大的无形之网，将整个大燕王朝笼罩其中，而我主动成了他网中的一环。妹妹，怎么样了？监察使，他竟然给了你这个！他竟然给了你如此大的权力！爹，他不是为了我，他是为了他自己。他需要一把刀，一把足够锋利又足够听话，还能替他承担风险的刀。他为什么偏偏选你？因为我刚刚退了七皇子的婚，与皇家划清了界限，又因为我爹手握兵权。更重要的是，我是个女人。一个女人在他们眼中终究上不得台面，做的再多，功劳簿上也只会是她萧焕的名字。丽儿，这个监察使不好当，你等于把自己放到了火上烤。大哥，我明白，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爹，王清源的案子，摄政王让我亲自带人去抄家。什么？他让你一个姑娘人去做这种抛头露面的事？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由我出面，旁人只会觉得是我楚家与文臣集团的私怨，而他则可以干干净净的隐于幕后。太阴险了！爹，大哥，二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说吧，李儿，要我们做什么？我需要100名府中的精锐护卫，要身手最好、口风最紧的。今晚3更，我们兵分5路，同时查抄王清源在京郊的别院和城中的铺子。我亲自去城南米铺拿账册，大哥去城西头段庄，二哥去那3处别院。记住，我们是奉旨查案，只拿东西，不伤人命。但若有反抗者，格杀勿论。好，就这么办。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楚家的女儿！出发。郡主，安阁在老板的卧房里，床下第3块地砖下。动手。别杀我！好汉饶命！钱都在柜子里。林正德，果然是你。带走。你们是什么人？我告诉你们，我表哥可是吏部侍郎王大人，你们敢动我，王大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们找的就是王清源。快来人啊！抓贼呀！聒噪！郡主，外面有人来了。意料之中，按计划行事。是。王清源反应比我想象的还快。也好，今晚就拿你来祭我这监察使的第一面大旗。
大胆狂徒，竟敢夜闯民宅行凶抢劫，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京兆府的李胖子，林太傅的人，上一世抄我楚家，他可是积极的很。李大人，就是他们，就是这群贼人，不仅抢我家中财物，还打伤了我的人，你可一定要为下官做主啊！来人，将这群狂徒给本官统统拿下！是。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我看谁敢动！楚小姐，原来是楚小姐。楚小姐，就算你是将军府的嫡女，也不能如此目无法纪，公然带人行凶吧？李大人说的好一个目无法纪，哼！那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又是什么？摄政王令。下官参见监察使大人，下官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是大人在此办案，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监察使，不可能，这不可能！吏部侍郎王清源为官不仁，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罪大恶极。本使奉摄政王之命前来查办，拿下！楚婉莹，你这是公报私仇，你血口喷人！我要见陛下，我要见太傅大人。你会见到他们的，不过是在刑部的大牢里。李大人，这里交给你了，查封米铺，清点财物，所有涉案人员一并收押。天亮之前，本使要看到卷宗送到监察使府。是，下官遵命，下官一定办好。是，下官一定办好。今夜的京城注定无眠，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天还未亮，吏部侍郎王清源因贪腐被抄家下狱的消息就已传遍京城。此刻的朝堂，风雨欲来。摄政王，这就是你给朕的交代。朕让你整肃吏治，不是让你在京城里大动干戈，搞得人心惶惶。皇兄息怒，臣弟此举皆为大燕江山社稷，若不施以雷霆手段，难道要等这些蛀虫把大燕根基蛀空才后悔吗？你，哼！至于人心惶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心里没鬼，又何来惶恐？还是说在座的各位有不少人都跟王清源有牵扯？王爷明鉴，臣等冤枉啊！臣等对陛下一片忠心，日月可见，绝无二心啊！没错，我也在朝堂之上。作为新鲜出炉的监察使郡主，列席早朝正是萧桓的意思。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楚婉莹是他的人。好了，都给本王起来！本王今日不是来听你们喊冤的。皇兄，这是从王清源府中搜出的账册，上面记录了所有与他有染的官员名单，如何处置，还请皇兄定夺。他终于意识到，这张由林正德编织10数年的关系网早已盘根错节。而现在这张网的线头被萧寒牢牢地攥在了手里。皇帝，此事可否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是想给他们时间销毁证据，还是串通口供？皇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日若不将这些毒瘤一举铲除，来日必成我大燕的心腹大患。最终在萧环的强势逼迫下，燕帝只得下了圣旨，凡账册上有名者一律革职闸办，一场朝堂上的大清洗就此拉开序幕。而我楚婉离，这个一手掀起这场风头了风暴的监察使，也一夜之间成了京城里无人敢惹的存在。你说什么？他成了监察使，还是皇叔亲封的？是的，殿下，现在外面都传疯了，说楚小姐不是婉离郡主奉摄政王之命查抄了王侍郎的府邸，一夜之间就扳倒了半个朝堂的文官。婉为郡主，监察使，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手握大权、杀伐果断的模样？难道皇叔看上了他？不可能！他爱了我那么多年，所做的一切肯定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是在报复我在大婚之日抛弃了他。快备车，我要去见他。殿下，您忘了您还在禁足？哼，父皇的禁足令能拦得住我？难道还能拦得住皇叔的监察使吗？快去！奉王爷之命，七皇子禁足期间，任何人不得出入。皇叔这是在警告我，离楚婉如远一点。小姐，不好了，外面都在传楚婉玲被封了监察使和郡主。昨夜他亲自带人把王侍郎的家给抄了。那个蠢笨如只知道舞刀弄枪的草包，凭什么能当上监察使和郡主？监察使、郡主，他也配？小姐，奴婢还听说七皇子今日吵着要去见他，结果被摄政王的人给拦下了。殿下他似乎后悔娶您了。殿下后悔了？不，绝不可以！如果任由楚婉玲再这么风风光光的走下去，我和殿下的未来就真的完了。去把那个人叫来。既然他想玩，那本小姐就送他一份大礼。好，好啊！哈哈哈哈！我楚雄的女儿比我那两个臭小子加起来还有用。呵呵，来，爹敬你一杯。爹，您少喝点儿，这只是刚开始，后面的路还长着呢。灵儿，你告诉爹，你跟摄政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你是不是？爹，您想什么呢？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是吗？我可不信。我听说摄政王府的管家今天亲自给你送来了那座郡主府的地契和钥匙，还带了上百号人，把府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要不是别有居心，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再胡说，我就把你这颗脑袋真的拧下来。好了好了，都别闹了。不管摄政王是何居心，梨儿现在身居高位，又与他走得近，总归是好事。至少短时间内，没人敢再轻易动我们楚家。只是梨儿，官场险恶，人心叵测。你如今站在风口浪尖，行事更要小心谨慎，万不可掉以轻心。大哥，我明白，我会保护好自己的。爹，大哥，二哥，谢谢你们。无论何时，你们都是我最坚实的后盾。上一世，他们为我而死，这一世，换我来守护他们。无论是谁敢伤害我的家人，我必让他万劫不复。3日后，摄政王府。来了。王爷，这是王清源案的卷宗，以及那本原始的账增。会下棋吗？会一些。陪本王下一局。是。
楚将军把你教得很好。王爷谬赞。不只是棋艺，你比本王想象的还要出色。查抄王清源家底那天晚上，你做得很好，干净利落，不留后患，本王很满意。是王爷运筹帷幄，臣女不过是奉命行事。楚婉离，你知不知道，你一紧张就不敢看人。谁紧张了？将军，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你心乱了。是啊，我心乱了。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乱了。这就是一个吏部侍郎贪的，这也太夸张了。他这是把半个国库都搬到自己家了吧？这还只是王清源一个人的，账册上的那些人加起来，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朝堂上有这么多蛀虫，苦的还是边关的将士和天下的百姓。爹，您放心，这些钱我会让他们都用在刀刃上。这是我草拟的军费使用方案，您过目。好啊，鹿儿，你这个法子太好了！改善伙食装备，提高抚恤，设立荣军院。若能实施，我楚家军的战力必能再上一个台阶，将士们也必定对我们楚家誓死效忠。爹，我要的不是他们的感恩戴德，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流的血不会白流，身后有我们楚家撑腰。我明白，这件事就交给你，需要什么跟爹说，整个将军府都听你调遣。接下来的几天，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计划的实施中。多谢大小姐！我知道，我正在一步步地将楚家军真正的变成我自己的军队。你们干什么？我可是朝廷命官，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凭这本账册，带走。你们放开我！冤枉啊！公公，烦请再向皇上通传一声，老臣求见皇上。太傅大人，请回吧。皇上说了，龙体欠安，谁也不见。皇上，您这是要彻底放弃老臣了吗？短短半个月，京城官场大地震，林正德的党羽被连根拔起，而我也终于在朝堂上彻底站稳了脚跟。郡主，这是新任官员的名册，大家都感念郡主的举荐之恩，特让下官来向郡主请安。让他们做好本分，莫要辜负了圣恩。王爷深夜召见，不知有何要事商讨。这是户部尚书张骞的罪证。贪污河道修缮款300万两，这可是致使黄河大堤随时可能决堤的重罪。张骞是林正德最后的左膀右臂，斩断他，林正德就彻底完了。王爷的意思是，本王要你亲自去办这个案子，而且要办得人尽皆知。可是张骞为人谨慎狡猾，这些证据虽然能定他的罪，但想要牵扯到背后的林正德，恐怕还不够。所以，本王才要你亲自去。本王相信，你有办法让他开口。自然，王爷就这么信我？本王信的不是你，是你的手段。3日前，我还是七皇子退婚的弃妇，楚家之耻。3日后，我是圣上亲封的婉离郡主。今日是太后寿宴，
也是我楚婉离重生的第1天。这不是婉离郡主吗？郡主今日真是光彩照人。郡主您这边请，给您留了上好的位置。婉离，有事？婉离，我们能谈谈吗？我与殿下没什么好谈的。婉离，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我，对不对？报复你？七皇子，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自然，你还不配。郡主，您就别再为难殿下了。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您若是有气，就冲我来吧。当然冲你来。好啊。你敢！林小姐这珠花倒是别致，只是戴在林小姐头上，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了。赏你了。高兴谢郡主。楚婉离，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还有更欺负人的，你们要不要试试？比如我现在就可以去告诉太后，说七皇子在他的寿宴上与未来弟媳拉拉扯扯纠缠不清。你们猜太后她老人家会怎么想？摄政王殿下驾到！婉灵郡主，王爷请您过去。王爷，尝尝御膳房新做的，味道不错。怎么，不合胃口？不，多谢王爷。喜欢？那就都给你。萧云舟，你也会痛吗？你现在所感受到的痛苦，还不及我上一世所承受的1/1000。户部尚书张骞可在？臣在。本王听闻张大人家中的芙蓉鱼做的一绝，堪称京城第一。不知本王今日可有这个口福？王爷密赞，王爷若想吃，臣回头就让家厨给您送去。不必了。哼，本王现在就想吃，本王要亲自去你府上吃。王爷，这不合规矩。本王的话那就是规矩。他的目光虽然闭着眼，却仿佛一直落在我身上，让我如坐针毡。今天，
为什么要帮我？你觉得呢？我不知道。楚婉仪，你这个脑子平时看着挺机灵，怎么一到这种事上就犯糊涂？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别胡思乱想，本王帮你，只是因为你还有用。张谦的案子，本王交给你了。本王要你从他嘴里撬出林正德的罪证。记住，本王要的是能让他永不翻身的铁证。是，王爷。下去吧。等等，那桂花糕若是喜欢，本王明日再让御膳房给你送去。这个男人，我真的能在这场名为复仇的棋局中保住自己的心，不被他这个最危险的棋手给偷走吗？张大人，别来无恙。楚婉玲，你这个妖女，你公报私仇，滥用私刑，我要告你，我要向陛下告你。告我？张大人，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你以为没有陛下的默许，我能坐在这里跟你喝茶吗？你以为林太傅会来救你吗？他现在自身难保，连太傅府的大门都出不了，更何况在他眼里，你不过是一条可以随时牺牲的狗。你胡说！太傅大人待我恩重如山，他绝不会放弃我的。是吗？这是半个月前林太傅写给心腹的密信，上面说若东窗事发，便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你头上。你自己好好看看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你和林正德做的那些事一五一十全部说出来，尤其是他通敌叛国、私吞军饷、倒卖军备的证据。我若说了，你能保我一命吗？能。你贪污河道款，致使万千百姓流离失所，死罪难逃。但是我可保你家人无虞，你的妻儿老小可以带着家产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安度余生。你若不说，今晚你的府邸就会意外走水，你张家上下113口将无一生还。我说，我都说。郡主，大喜事儿！宫里传来消息，林正德被打入天牢，秋后问斩。林家满门抄斩，三族流放，京城的百姓们都在拍手称快呢。大仇得报，可我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却只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空虚。郡主，不好了！何事惊慌？林淑玉疯了！她从太傅府逃了出来，拿着刀正往我们这边冲过来，嘴里还喊着要跟您同归于尽。
该来的总会来。楚婉仪，你这个贱人，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要杀了你！我要你给我爹陪葬！退下。就凭你也想杀我？婉离，你不得好死！我杀了你！放开他！放开他！站住！萧云舟，你再敢往前一步试试！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你为了他不惜背负骂名的女人！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楚婉瑶，你放开他！你有什么都冲我来！好啊，你不是爱他吗？你不是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吗？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杀了他，我便原谅你，从此你我两不相欠；或者你自刎其此，我便放过他，让他苟活于世。你选。殿下，殿下，你不会的，对不对？你爱我，你最爱我了。婉离，对不起，若有来生，我定不。萧云舟的死，林树玉的疯，为这场持续了2世的恩怨画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燕帝因此大病一场，一切终于都结束了。在想什么？在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想好了吗？没有，大仇得报，我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可做的了。嫁给我。你说什么？我说，嫁给我，楚婉仪，做我的王妃。为什么？从你退婚那天在金殿之上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本王就看上你了。本王从未见过像你这般炽热勇敢、无所畏惧的女子。本王帮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大的利用价值，而是因为本王想看到你站在最高的地方，肆意地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模样。婉离，本王心悦你。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了我这么久。原来我也可以被人如此珍视，如此爱重。好。1年后，摄政王大婚，10里红妆，普天同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上辈子的痛苦与挣扎，仿佛都成了一场遥远的梦。在想什么？上辈子我是不是拯救了整个天下，所以这辈子才能遇到你？自然不是，是我3生有幸。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生命里，也永远都会有这样一捧为我而燃的人间烟火。